你好，我是你的老粉丝了。我现在是研三在读，刚刚获取了北京某专业 top 高校的博士 offer，但是我做研究的时候很痛苦，每次开始写论文都觉得人生何苦呢？我比较害怕未来3、4年，可能都不止的时间，都要活在这种对写论文的恐惧与厌倦，对未来的迷茫中。我现在就在告诉自己，我读博是为了长见识，更近距离接触那些学术大佬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就算世界是草台班子，我也想看看它是怎么运行的。但是每次着手写论文，又会想，这个博真的要读吗？会不会我现在出去考个什么东西，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科研上，会更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呢？我总是跟自己说，我的人生就是为了体验痛苦、快乐、幸福，但是身在这个环境里，还是看不清自己。烦请大龙给个建议。获取了 offer， 告诉自己，我读博是为了长见识。给个建议，我的建议你不会听的。搞科研不是说真的有那种热情，我一般都建议就别搞了，就早点找工作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你会听吗？拿到这个 offer 也不容易吧？你不会听啊？那咋整？咋整？没整啊？不会听的呀，这 offer 拿起来拿到是很不容易的，大部分人就被这个东西给困住了。有的东西啊，仅仅是因为难得，就会让你觉得，让你误以为你需要，让你误以为你喜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它仅仅只是难得而已，并不意味着你需要它，也不意味着你喜欢它。咋办呢？你能放弃吗？我猜你放弃不了。对不对？你这样吧，你拿到了，你先弄吧。你都已经获取了，我给你点，我刚刚说的就是理论层面，我给你说点咱们有用的啊。我刚跟你说这些你也没法执行，你这样啊，听劝啊。你已经拿到了这个 top 高校的博士 offer， 你先去。你先去。咱们从最那什么的层面来说，咱们博士不念了，肄业，说是不喜欢，有自己的追求，你出去找工作也行啊，你干嘛也行，这也是个说法。你先去吧，去了之后大概率啊还行。人吧，我看你这样吧，人就是这样的。去之前这不行那不行，去了以后能咋的呀？你这研究生都干这么多年，你能拿到这个 top 高校的博士 offer， 说明你肯定是在这个专业还行啊。去了发现混一混也就混下来了。先去吧，啊，先去吧，先去吧。去了之后实在痛苦再撤呗，先去吧。混一混发现不是草台班子吗？你不是想更近距离接触那些学术大佬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吗？对吧？你以为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很严肃认真的搞学术吗？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大部分时候就是混啊，不用近距离接触，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但这意味着就错了吗？也不是啊。
你天天那么饱满能行吗？多吓人呢！差不多得了。这不是个问题啊！这不是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那这个世界不是挺美好的吗？就说明大部分人，哎，只要别出大错，然后每天，哎，就稀里糊涂的也能过，这不挺好吗？非得每天所有人都打起12万分精神，能行吗？多吓人呢！我这个皮这起了一个什么东西，好疼啊！指甲刀也不在附近。去了以后呢，干的时候还是，但你看我也老说这个吧，我就怕你又误解了。混归混，但是咱是做的时候呢，还是说是吧，投入认真，哎，该干嘛干嘛。哎，如果真的能有良好的反馈，你就知道自己该干嘛了。啊，实在没有，咱再那什么，对不对？万一呢？谁知道呢？万一去了，发现自己是一个科研小天才呢？啊，蛋哥，我是96年的男生，独生子，如今已经29岁。我的原生家庭氛围很好，父母非常的宠爱我，在本地早早就给我买了婚房。我在这儿结婚嘛，也是毫无经济压力的。但我6年前谈了一个相距1000多公里的女朋友，我在河北，她在四川，我们非常非常契合，我们已经同居5年。其实感觉婚后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直到现在谈婚论嫁，我父母说不适应成都的生活，只想在本地生活。什么玩意儿？你同居5年还带着父母啊？啊？我女朋友又咬定不会去北方的，只想留在成都。一方面是宠爱自己的父母，一方面是灵魂契合的女朋友，我应该选择什么呢？你当初是怎么思考的这个问题？带着父母在成都，跟女朋友一起同居，这是什么操作？我应该选择什么呢？去重庆吧，你们一家4口，哦，不去北方吗？对吧？再换一个地方试试呢？稍微再往北找点地儿呢？我真的好难选，好像怎么选都不对，都会有深深的愧疚和错误，但不选也不行，因为我父母年纪大了，等不了我太久。干啥？你要干啥？等你干啥？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但是女朋友的6年青春也确实过去了，都怪你，要不跟你在一起，这6年她就是长生不老，这6年青春就不会过去，是吗，哥们儿？全是因为你导致了时光的流逝。你是谁？God of Time，你是啊？咋的？没有你这6年不动，全怪你，是不是？他抱着我边哭边求我自私点好不好？考虑一下我们俩的未来好不好？其实我很想把我父母接过来，这就是因为在我老家有3套房子，卖1套拿30万凑个首付买2手房，后面的50-60万贷款我来还给父母住，这他们也不愿意。我确实工资不高，我女朋友家境也不是特别好，他们不愿意来，我真的好痛苦，想投稿给你，希望能获得建议。换一个嘛，城市武汉行不行？
再往北点儿，你女朋友只是不去北方嘛，沿着那个秦岭淮河一线选一选啊，这个不通暖气的这些城市，你选一个呗，你看看父母能不能受得了。哦，女朋友都不是说不想去北方，人家女朋友只想在成都，那全完了，那咋办？不是为啥要把父母接过来呀？你这封信里有好几个疑点啊，我不太懂呀。本来你跟你这个女朋友已经同居了5年了，完了你父母也来过成都是吧？说不适应成都的生活，只想回老家生活。所以呢，29岁，兄弟，29了，干啥呀？啊啊！家还挺有钱的，3套房子。哎呀，工资不高，女朋友家境也不好，所以呢，那就过点那个不是那么好的日子，过不了是吧？是不是？是这意思吧？我看明白了，就是说离开父母的经济支持那种日子过不了啊。玉林找一个那种老房子租一下，每天下楼吃点串串，来碗小面，啊，喝一碗这个蹄花汤，这种日子过不了是不是？这种日子过不了。那没辙了，这种日子你要过不了，那就过不了吧？那你回吧，起票吧，回吧。嗯，这么近那么美，你要回河北是吧？回吧。那就回呗，我这劝不了你了。其实你心里已经是吧？你就过不了嘛，就过不了就回吧，分了吧，没啥的啊。女朋友6年的青春，有没有你也会过的，完事儿了，回吧，该干啥干啥去。啊，心中已有定夺，对我也觉得是。不行了，哥们儿，你这个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劝不了你啊。然后你跟你女朋友在一起也不会太幸福的，真的，俩人都是互相折磨，心里你一直也埋怨他，撤了，撤了，撤了，回老家挺好的，这日子确实也挺好，是吧？衣食无忧嘛，在本地爸爸妈妈这个经历确实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对错，你赶紧撤吧，别折磨自己。这过不了呀！哎呦天，还灵魂契合，跟女朋友灵魂契合，不契合。
灵魂非常不契合。你俩可能没有接触过彼此的灵魂，还接触，很不契合。肠道菌群都不契合，就谈不到灵魂了啊。如何调节自己的肠道菌群？那益生菌。蛋总你好，近小半年来一直被情感问题困扰，说来也是好笑。26岁的高龄开启了恋爱的幼稚，觉得可以从一而终到结婚，但还是被现实打败了天真。前男友职业特殊，没有周末，都是靠休假相见。当时我觉得这种模式很好，各忙各的吧，日子也算是甜蜜的过个小半年。直到他24年春节休假回家，决定跟我断崖式分手。他说不合适，我们不合适。看到他的消息，我弯愣的。作为要强的女生，我说好啊。那年是边工作边考研，他的断崖式分手让我很长时间的陷入了内耗。父母知道男朋友的存在，但我没告诉他们已经分手了，就这样以工作忙敷衍着。后来考研到个面试阶段，分手前和他打了下电话，说我考研面试前再给他打个电话吧。面试完那晚自己在酒店崩溃大哭，没有打。后面考研复试成绩出来，我觉得可以考上了，给他打个电话吧。我也是遵守承诺，再无打扰。他微信单方面的拉黑了我，我手贱翻看聊天记录，都是一次一次的爆哭。后来快开学时，他主动联系了我，我们复合了。这么突然吗？断崖式分手，跳崖式复合。啊，断崖式分手，心脏起搏器式复合，这么突然吗？一点过渡都没有，我没有一点点防备啊！我这心后面还有别的恋情呢，复合了。这哥们不光晃你，还晃了我啊！这一个假动作过了2个人，我们复合了。我知道了，他分手是他妈妈以死相逼，觉得跟我不合适。我当时觉得离谱且好笑，但是因为对他也有感情，所以没有多说什么，当做无事发生。我的直觉给我感觉很不好。唉，他休假的时候我们见面了，我觉得他沧桑了许多，没刮胡子，刮胡子都沧桑。那时候我很心疼他，我相信我们可以走到最后。后面休假结束，他回去了。我又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了。休假回去，我似往常一样每天找他聊天，那种分手前熟悉的多条消息回一条甚至不回的感觉，在他休假回去后1个月又开始了。我直接会跟他说：“你回我下消息。”虽然都是日常琐事，但是经历过前面断崖式的阴影，我希望他干脆一点。果不其然，这次他说想了下，我们还是接着做朋友吧。这哥们儿是个极限运动员啊！啊，是红牛的人吗？搞极限运动的，就是这种急转弯、大动作、猛踩油、拉手刹，一点缓冲没有。我一下无语了。他前面没在的日子，说实话挺难熬。哎，可能我的自我感动也留不住一个要走的人吧。我又故作坚强，给他又发个小作文，这坚强吗？这坚强吗？给人发小作文，这个行为就不坚强啊。后面没几天，他又把我删除了。感觉24年挺魔幻的一年，谈了段很内耗的感情，因为他的反反复复，到现在我还没对家人说我分手了。今年我也28岁了，家人催婚，我可能是在逃避吧，因为我没有删到他。看着他变更了新的情侣头像，简直是暴击。我该怎么办呢，蛋总？你去找他呀。啊？你说不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你去，去吧。你也以死相逼，他妈不是以死相逼，你也以死相逼。啊，你去找他妈，你就找他都不好使，你找他妈。
你说阿姨，你当年是不是以死相逼了？你可能会得到一个非常惊喜的答案。他妈妈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你。啊，行吗？啥呀？跟你谈，哎，也在跟别人谈。完了那边进展比较好，跟你断了。那边那人不理他了，也不一定是一个人啊，反正他那个进展不是很顺利，又跟你复合了。复合一段时间，人那边不知道谁又理他了，头像一换，又给你删了，就这么点事儿。就这么点事儿。嗯，还以死相逼，该干点啥干点啥。研究生考上了吗？好好念书吧。考上没考上啊？是不是考上了？刚还复试什么的，考上了吧？好好学习吧，考试也挺不容易的。好好学习行不行？下给人催婚，催呗，该干啥干啥吧。研究生一上，没准就是吧，认识个男同学什么的，谈谈恋爱，好好学习啊。26岁，快乐很多的。但我99年的，今年26了，有一个从高中就喜欢的男孩子做男朋友，我们在一起5年，大3那一年在一起的。因为喜欢，所以来到了他大学的城市，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大人。按理来说，和年少时期就喜欢的人在一起，应该是人生中很幸运的事情吧？谁告诉你的？电影告诉你的吧？小说告诉你的吧？啊，现实不是这样的。但是最近你看，我渐渐的有些迷茫，因为26了，难免会有人问到结婚的事情。我对我的男孩有点没有信心。工作以后，我的工作虽然也有波折，但总的挺稳定的，每一年都稳定的进步和升职。反而我的男孩，他不太顺利，每一年都会离职，然后换一个新的行业。虽然我相信他有能力，但是我经常感觉到很迷茫。有一天我问他结婚的事情，他沉默着说不想结婚。沉默着怎么说不想结婚？沉默了半天说不想结婚啊。他沉默着说不想结婚。我还是学会妇语了。就是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想结婚，甚至有一点反感这个话题。我知道他应该不是不喜欢我，而是对娶我没有信心。你又知道了，他应该不是不喜欢你，而是对娶你没有信心。你又知道了。你是他的脑机接口。你怎么知道的？我跟你有不同的看法。再说回我自己，高中我喜欢的他是温柔且优秀的，成绩，温柔的相处，开朗的性格。但是长大以后，我发现学校和社会不太一样，他也和我心里的那个他不太一样。我有点渐渐想不起来当年喜欢他的我是什么样子了。我知道呀，肯定也是开朗的性格，优秀的成绩，
温柔的相处呗，那还能啥样啊？小孩样呗。我还特意去看了我高中写的日记，从那些文字里，我能感觉到我那时候的爱意，也想起了那些温暖我的瞬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的波动变小了。因为这个随着年纪的增大，这个内分泌水平会变啊，什么荷尔蒙啊、多巴胺呢，这分泌的可能少了啊。哎，我应该还是比较喜欢他的，但是和高三的我相比，我的喜欢没有那么热烈了。你没发现你现在身体也不如高三时候好了吗？这位26岁的孩子，跟高三的你相比，你对他的喜欢没有那么热烈了。你没有发现你这个人整体来说跟高三的自己比，就整体不热烈了吗？只是对他吗？这位26岁的朋友，你感受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就是整个都温度下调了2、3度？就是不那么热烈了，warm 了现在，啊。我的男孩是个好男孩，三观正，人品好，但是他的事业和他性格上的懒惰让我对未来很迷茫。最近的我甚至在想分手，也可能是刷到了一些小红书的帖子，说女孩子要学会及时止损。但是我也害怕分手以后我会后悔，还有在陌生的城市一个人可能没办法面对。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那一条街。最近的我真的每天都被犹豫的自己搞得心烦意乱，我不知道是要分手还是再给他2年时间打拼事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喜欢他，还能再等他2年。2年后我就28了，而且我更怕2年后他还是一无所成。老师，你可以开导我一下。分吧，分吧，赶紧分吧，你就是不喜欢他了，又不接受。感觉这种不接受里是不是隐隐的藏着一种感觉自己对爱情甚至对自己青春的背叛，所以有点无法接受。其实你就是不喜欢他，有啥的呀？人是会变的，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人是会变的。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啊，跟你分了呗。你俩这样在一起的状态也特别不好，姐们儿，我跟你说，人家应该跟你差不多大吧，高中同学也是26。你觉得你每一年都是稳定的提升和进步，人家每一年离职然后换一个新的行业，在你眼里就是不行，承担不起未来。也许他乐在其中呢，你有没有想过，才26，人家正爽呢，是不是？你不好，你俩在一起不好，你已经觉得他不对了，你还想改变他，你想干什么？赶紧散了得了，放彼此一条生路吧。对不对？7年前喜欢的男生，现在事业很成功，so so，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入股了？7年前你买他原始股了，所以呢？啊，跟你没有关系啊，管他成功不成功，看看自己成功不成功就行了呗。
这刷太快，有的看不清楚啊。那个有写的长一点的朋友，包括刚刚那个朋友，你说你还是有一些想跟我好好的掰扯掰扯的。7年前他现在事业很成功，你可以写的完整一点给这儿投稿啊。你这只言片语的，看着我只能是啊，设法给你叫醒了，跟你没关系啊，开心起来。但我目前有一个很喜欢我的男朋友 A， 他对我很好，也非常舍得给我花钱。他家的条件就属于跟他在一起吃喝不愁，什么都能买，是一个非常让我父母满意的靠山。但是说实话，我不是那么喜欢他，我喜欢的是另一个男生 B，B 也很喜欢我，但是 B 有女朋友，而且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和他在一起，我的生活水平会下降起码一个档次。可是和 B 在一起真的太快乐了。他也表示，如果我同意跟他在一起，他马上就分手。B 其实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男朋友，怎么看出来的？合格男朋友就是必须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跟你谈恋爱就合格啊？因为谈得多，所以谈得好。我和 B 在一起纯属是一个意外。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我先和大家道个歉。那不用啊，跟我们没啥关系，跟你男朋友道个歉就完了嘛，跟我们是犯不着啊。我对 B 更像是生理性的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好快乐。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些钱吗？没有这些钱我就活不下去了吗？我跟 A 在一起，也许生活非常富足，但是和 B 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我都好喜欢。用这些所谓的金钱去换我一辈子的幸福，真的值得吗？你跟 B 在一起已经一辈子了吗？我的家人都劝我和 A 在一起，他们认为喜欢只是一时的。你的家人还都知道 B 的存在啊？该说不说，你这个家庭氛围不错，值得羡慕。这事儿都能跟爸妈商量，他们认为喜欢只是一时的。哦哟，哦哟，哦哟，你这个家我真是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了。你这个家是好是不好呀？一方面你爸妈是觉得 A 是很满意的靠山，一方面跟你说对 B 的喜欢只是一时的，但是一方面你们又能讨论这种问题。哦哟，不好猜了啊，又好又不好，你能怎么？日子和谁过都是一样的，但是金钱是固定的，我真的很纠结。啊？不好猜啊，不知道。日子呢，首先跟谁过都一样，这句话呢，没什么道理，主要是安慰的作用，并不是揭示了什么真理。然后呢，这个 B 呀，会不会分手啊？我很不乐观，我不知道你为啥这么乐观啊？分手以后会不会再找一个呢？啊，我很不乐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乐观。跟 A 在一起有钱会不会快乐呢？我不知道啊，有钱大概率，挺快乐吧，比较那什么吧，那叫什么呢？比较轻松吧。但是如果是跟 A 在一起，这个决策里你爸妈的比重占的很大，你爸妈认为是个很好的靠山啊，那大概率快乐不到哪去啊。好吧，我就这么3条判断。條點行，你哋自己決定。
啊，草莓挺好吃的，对。谈一下草莓，那草莓好像也没了。我们都下一场吧，草莓蓝莓啥的，看看下一场能不能回来。他认识他是在高2的时候，他是我的后桌。当时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女孩，从小到大没有男孩子一起玩。然后呢，一是他是我第一个玩的比较好的男生朋友，让我知道了原来男生和女生没有什么不同。二，他会主动的夸赞我说好可爱啊，好漂亮啊之类的，能感受他的发自内心。就是他发现你这一个优点，他就会马上的告诉你，这也给了我很多自信。三，他的数学非常好，常年130、140的。我当时有不会的题就问他，回家不会还能在手机上问。后面高3分班的时候，发现他不在我身边，不适应了，发现原来我依赖上了他了。他是那种对很多人都很好的人，其他人问也会回答。就因为这样，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然后某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聊天的时候，聊到男生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我就问他，鼓起勇气我就问他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然后当时他说他喜欢御姐类型的。啊，然后呢，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是比较可爱类型的，我就会觉得他肯定不会喜欢我，这个想法根深蒂固。后面高考结束了，我回学校看到他，后面我们就一起压操场。我当时说到了什么，情绪比较激动，我就抓住了他的手臂，他就惊讶了一下，我脑子一下空白了，说了一句没事，我挽着你和挽着那谁谁谁是一样的。我说的谁谁谁是我们另一个女生好朋友。我现在想想，可能是这句话，我当时的这句话也会给他根深蒂固的，我绝对不会喜欢他的那种想法吧。大学就很少见面了，然后呢，我有什么不会的，生活上、感情上有什么难题呀，有什么纠结的，我还是会问他，好像向他寻求帮助，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虽然已经不会经常想他了，但还是会觉得他在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位置，发了芽，生了根，扎进了土地。但是我知道我们应该是没有结果的。他之前就跟我说过，他慕强，我觉得我不怎么强。最近一次跟他聊，就是一起讨论我们都要准备考研了。希望我们都能考上我们理想的院校吧，蛋蛋，非常喜欢你，谢谢你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故事，希望大家一切健健康康、顺顺利利，行吧？青春的遗憾，大学里谈点恋爱呗，这还忘不掉啊？发个芽，生了根，扎进了土地，你再给它薅出来呀？咋的呢？拔出来！但我现在有点痛苦。25岁，女生，服装设计师，母胎单身，家在县城，条件一般，但梦想欲望超级强。新疆读书，广州工作，家在山东，去了一家小品牌工作。24年底品牌倒闭，我走人，爸妈极限拉扯人生规划。好奇怪，一直以来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独立的生活挺好的，但是我爸妈讲了一堆未来的可能性平衡点。我现在脑袋里天天是两个小人打架，确实危险系数很高，可是我能怎么办呢？当下的开心和未来的开心铺垫，什么危险系数？你服装设计师能有多危险？你要去哪儿做服装设计？能有多危险？不铺垫，当下的开心和将来的开心铺垫，什么玩意儿？不铺垫真的会那么惨吗？好难呀，我很偏执吗？平衡不了呀。找工作想看自己喜欢的风格，自己能力不够又去不了自己很喜欢的品牌岗位，接受薪资低，但想想日子好辛苦，也没有那么必要吧。我现在在边做兼职边应聘，等待机会，好难啊，受不了啊。有朋友建议我转行，说我要利用起来自己的外表性格，我觉得也行吧，但是找到一个可以很好平衡的工作，等得我好烦躁啊，看书都读不进去了。就是暂时没工作闹的。
接盘，没啥，有活干也不至于想这些了，好吧？别太慌，找个活干就行。但我的部门领导，也就是我的直接领导，关系挺一般的。我是女生，部门女领导50多岁了，快退休了。在我入职以后，我们的关系一直不算友好吧。我平时对她事事请示，经常还收不到回复。她有一个自己的亲信，大部分工作是他们俩人讨论，把我排除在外，也经常把我的工作成果让给那位男生。时间久了，我也习惯了，不想争执，维持个表面和平。我们公司年底有一个全公司内部互相打分，匿名打分，然后我这位领导收到了一张给他打个很低分的票，虽然是匿名投票，但他心里就觉得是我打的，又没有证据，他是不是嘛？现在对我态度比之前更差，我知道是谁给他打的，真的不是我打的。我要是主动找他解释，就显得我此地无银300两；我要是不解释，他又始终觉得我暗中给他差评。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缓和与他的关系呢？没有必要缓和。缓和不了吧？你们这种关系就是啊，下次再有这种机会，记得给他打一个差评啊，没有意义了，缓和不了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能干啥呀？你给人家赔礼道歉，人家看不上你就是看不上你，没辙啊。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明确了吧，明确了反而你也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对？有的时候跟这领导吧，半干不尬的，要亲不亲的，你还挺那什么，你还不知道了。行了，这回好了，彻底翻脸了，你不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吗？该怎么办？该给他打差评，打差评，打低分，打低分，啊，能把他弄走，算你有本事；弄不走他，自己看看想想办法能不能走。这不你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吗？反正他就是瞧不上你。瞧不上你了，你就注定了，这没啥好想的了。别琢磨了，该给他打低分就打吧。没辙，不要去解释，没有用。解释完了以后得罪的人更多，千万不要去跟他解释说不是你打的低分，没有意义。他就算知道不是你打的也没有意义，该讨厌你还是讨厌你，甚至可能会更讨厌你，更欺负你。为什么？因为你软弱，明白吧？本来只是讨厌你，你去跟他解释，你说我没给你打低分，继续讨厌你，然后还会加倍欺负你，因为发现你很软弱，不敢得罪他，千万不要去啊！不有任何帮助的，你只能自己想想办法。就硬一点，以后，该干啥干啥，把活干好了得了，能咋了呀？我曾见过一个人，一个有时候甚至会忽略他漂亮的皮囊，因为本质的善良和纯真太过耀眼。也就是今天是离别的最后一天，留下了一个和往常一样灿烂的笑容，摆摆手就这样轻松告别了。是的，今天他离职了。这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曾经负担了他本不该负担的工作重任，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报酬。繁重的工作和压抑的工作氛围让他越来越沉默寡言。离职是他主动提的，在这个人人期待拿到辞退补偿金，并期待尽可能要求公司多赔偿的环境下，他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利益，就这样轻轻地走了，轻盈的像一片羽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你不会是 HR 吧？给我夸半天，最后说是亲手送走的。现在回忆起来，组里聚餐时，他每次都在坐在角落，极少说话，吃的也很少，1.9米的高个子，
都没有几个小姑娘吃的多。每次问他都说自己减肥，而每次聚餐回家打车时，有同事主动蹭车，他也欣然接受。即使对方级别比他高，赚的比他多，在这个人人都为自己尽可能多争取一点利益的时代，他好像活在另一个宇宙。而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个崇尚外貌的社会，他拥有的皮囊并没有被他当作资本去炫耀，也并没有以此为工具去赚取某种优待，永远那么低调，那么内敛。走的前2天，他给我们每个人买了2张刮刮乐，大家期待的刮开手里的刮刮乐。很遗憾我没有中奖，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保留了下来。总觉得这张刮刮乐或许有一些不一样，好像是沾染了纯真的魔力，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能量。什么刮刮乐？这是福啊！啊！我会一直保存下去的，就像上面的文字：你开心，你富裕，美好的给予人的祝福。一个默默奉献的、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好像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世界给予他沉重，他却报之以微笑与轻盈，很感慨。这样的人也许一生都见不到几个了，纯真的耀眼，真心期待他能有美好的工作，与之匹配的幸福，希望这个世界善待他。今天也是年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和同事像往常一样坐地铁回家。本应是期待已久的开心时刻，但在路上他偶尔会愣几秒钟，后来问了其中原因，才得知他担心自己的工作还会有一个点的疏漏，这样难免会麻烦过年加班的同事。由于内容比较复杂，他没去想过年出勤的同事有3倍工资，只想到会麻烦别人。在他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我们是一样的人，见过很多人，大多数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周围一切较劲。先有纯粹的人、纯真的人、不计较的人，倒不是说为自己的争取利益不对，而是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司空见惯，难免无趣。看到一个另类，让人反思，关注人的本真。很感谢生命中遇到他，见过很多没有责任感的人，所以这个世界需要纯真的人。希望我们都在2025年越来越好。发券了，抢券吧，希望吧，我也希望吧，会好的啊，我也希望，我也希望。